KK Supermart， 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尤其是在巴生谷一带，可能在有商店的地方，你都会看到这家超级市场。在这视频就为大家介绍 KK Supermart 的创办人和他的创办经历。这频道是与你分享不同的时事见闻、影片教学、网络事务等等。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频道的话，欢迎订阅和记得打开小铃铛。KK 集团目前可说是稳健发展，但这一切都是因为 KK 集团创办人拿督斯里蔡志全博士这数十年来一手一脚打拼下来的江山。蔡志全是在1967年生乌沙拉越古晋，来自东马的他，中学毕业后曾到瑞士念酒店管理课程，过后由于学习环境过于自由，而毅然辍学回国转念特许会计课程，毕业后成为一名稽查师。当时在90年代，全球掀起股票投资热潮，而且也是一项最赚钱的投资，因此他也跟风转型走入股票型，当起股票经济。那时候蔡志全负责的香港客户所买卖的股票都是以百万、千万令级计算的，当时的让他赚了不少佣金。但好景不长有，98年的一场股灾让他倾家荡产，而且还负债累累。当年他落难时，一直向朋友借钱还债，同时身兼多职努力工作还债。当时的他拼了命似的努力工作，只要是可以赚钱的行业他就去做，如地产或产业经纪、保险和信托基金代理员、卖燕窝和建筑等。蔡志全庆幸自己在20多岁就面对人生这么大的波折，这起股灾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他选择勇敢面对困难，不断努力工作，熬过人生低潮，还清了所有债务，并调整心态，从零开始。过后，蔡志全把焦点放在建筑承包工作，但每次承接工程后都被顾客拖账，导致他每天都需要为收不到款项而烦恼，甚至有几次还按捺不住情绪而与顾客争吵。这样的情况也让他开始对建筑行业意兴阑珊，有了转行的念头。起初他也不知要从事什么行业，心中只想到要从事能够收现钱而无需被拖账的生意即可。由于他的父母是经营杂货店生意，因此他便计划开设具现代化的超市零售生意。于是他在2001年用了6万令吉，在吉隆坡旧古仔路开设了第一家只有半间店面的 KK Supermart 超级市场。他的英文全名是蔡 KK， 所以 KK 的名称也就他的英文名字 KK 的简称。由于当时创业资金有限，所以从小做起，生意稳定后他才把整间店面租了下来。刚开始时，有些供应商对 KK Supermart 信心不足。他说，记得有一次开了支票给供应商，但他坚持要收400令吉现金才肯下货，我逼于无奈也要妥协。不过他相信信用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当供应商他们看到他的生意模式是可以赚钱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再发生了。蔡志全善于市场策略，生意逐渐在6个月后稳定。凡是亲力亲为的他，即使已把派传单的事交给专人处理，但无法派到的公寓区，他还是亲自不辞劳苦的一栋一栋的去派。由于他的 KK Supermart 的产品种类多，价钱公道，因此也累积了一定的长期顾客。在2002年秒，他就开了第2家分店。后来 KK Supermart 有如雨后春笋的在全国各地成长，并在2020年结束前达到了500间的目标，是该集团重要的里程碑。至今 KK Supermart 售卖多达1万种不同类别的产品，还包括自家研发的美容与美发产品，形成了 KK Supermart 独树一格的特色。KK Supermart 提供的是24小时的便利店服务，但是产品的定价却以超级市场为标准，而且每个月都会推出低价产品促销活动。他说，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顾客的忠诚度，想到买日常用品时就会想到 KK Supermart。在蔡志全眼中，没有一个行业是可以长青不老的，而且避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因此 KK 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元业务的集团。KK 集团旗下除了拥有 KK Supermart 超级市场之外，还拥有咖啡店、旅馆、家具店、美容美发厂、汽车装饰店、房地产发展公司和羽球馆。生意的扩充需要有强大的人力，尤其是需要优秀人才作为后盾。蔡志全认为要留住人才，企业的归宿感非常重要。他说，公司需要有良好的福利，表现优秀的员工会获得较多的加薪奖励，不过加薪的方式毕竟是有限的。我在策划着如何让员工可以共享企业的成果。他希望有朝一日，员工们可以把 KK 集团旗下的公司当成是自己的公司，大家同心齐力地把公司搞好，而不是永远抱着打工的心态。
人生中不管决定了什么事情，都要跨出第一步，过程中若面对问题再来逐一解决，然后慢慢打下稳固的基础。这也是蔡志全创业过程的写照。做任何事情都要全力以赴，而不是尽力而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很想出来创业，你可以去尝试，但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这就是他给予年轻人的忠告。这次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如果喜欢这视频的话，欢迎分享、点赞和在以下留言区留言告诉我。谢谢观看。